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男人模型工作室的 Daniel。各位有没有觉得我们喷漆的时候，清洗喷笔这件事情是非常麻烦的一个操作呢？我之前呢就在网络上看到一支号称不需要清洗的免清洗喷笔，这就勾起了我的一个好奇心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弄到了这一把号称不需要清洗的免清洗喷笔。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外形它就是红色有角，难不成它还3倍速吗？所以我们就用它来制作这一款红色有角3倍速的 Hello Kitty 萨克，来感受一下这一款喷笔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能耐吧。在此错误修正，本商品正式名称为免清洗喷笔，后续内容提到的免清洁喷笔皆为口误，请各位自行脑补修正，抱歉，谢谢。好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这次免清洁喷笔的一个本体。我们从这个结构看得出来，它是一个相对单纯的一个构造啦。就是我们上方这边只要按下这个按钮呢，它的气体就会从下方送出来，所以这边是一个专门喷气的气嘴。那如果说我们要进行喷漆的话呢，就要搭配它的这一个像是弹夹的结构，那就让我们想起了上一次汉宫那一款弹夹喷笔也是类似的一个逻辑，就是上方是一个漆杯，那下方是它的喷针跟喷嘴的部分。那么我们就知道说，他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免清洁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直接用弹夹替换的方式来进行换色，就不用洗笔。所以说，我们要体验这种免清洁的快感，就需要有复数的这种弹夹来进行替换。那他们官方呢有给出了一个底座，是说如果你使用他们的底座，你就可以感受到单手换色的快感。那为了更好的感受这一切的魅力呢，我自然是弄到了，好不好？大全套，它这个呢底座上面是可以插满6支的。那等一下我们就来好好的体验一下这款免清洁的喷笔用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吧。好，那刚才看到那一款免清洁的喷笔，它就是红色有角嘛，那我们是凑满6支，6倍速，好不好？那我们就来稍微致敬一下，用这一款我们大家都还算熟悉的Kitty 萨克来进行制作跟测试。那 Kitty 萨克的话呢，我们就直接简单开箱了。那想要了解一些细节的，应该跟之前那一只 Kitty 钢弹差不多。我们就简单给大家看一下板件，我们就直接把它做起来，好不好？好的，那这一次的这个 Kitty 萨克呢，自然就是跟当初的 Kitty 钢弹一样给出了这样子可爱的一个板件。那这个板件我每一次看都觉得非常舍不得把它从这个板件上面拆下来。真是做得很棒。那这一次这个 Kitty 萨克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衣服有换颜色，换成夏亚专用萨克的这种酒红色。那另外一个有趣的板件就是这个我们的 Kitty 造型的萨克头盔，这个让我觉得有点期待啊！期待就是它装上之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可爱的模样。那跟上次不一样的是，这一次的萨克的本体使用的是 SDCS 的素体。但是呢，它里面只有附上了 SD 版本的骨架。我们正面一点我们认为说万代他们只给 SD 骨架的理由，应该是他们认为 SD 的这个身体造型搭配这个可爱的 Kitty 的头像呢，会比较协调，不然就会显得太高挑，没有那种可爱的感觉。那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把这款套件制作起来吧。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来进行这个零件的喷漆作业了。那我先调制好了4个主要的色调，分别是最亮的粉红色，跟一个拿来当做一个渐层阴影部分的比较深色的粉红色，还有我们的一个酒红色跟一个深色酒红色。那我想象中的操作就是我可以这样子，抽起一支颜色之后进行操作。那我想要调整阴影，或者是我想要换颜色的时候，直接这样子进行一个替换，就可以不用再去清洗我们的漆杯，直接进行一个操作。那实际上会不会如我所想的一样那么的顺利呢？我们就来实际操作看看吧。
OK， 那刚才看完那一支我们做完的 Kitty 之后，就发现其实这一款喷笔呢，它的整个喷出来的细致度，还有整个光泽，还有表面呈现等等都还不错。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是，其实我那一支作品它大概花了3天左右的时间。那这中间呢，我只有补漆进去，但是都没有替它做清洁。但是我每天在使用的时候，它还是可以很顺畅的把漆喷出来。那我那一支作品现在完成到现在呢，这个漆大概放了1个礼拜左右，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它是不是还可以一样很顺利的把这些漆料喷出来。如果可以，那就真的好像是可以不用清洗一样。那我们就来测试看看吧。贴心提醒：使用前请记得摇一摇。好，首先呢，这个就是已经放了一段时间的漆，那我们就先不做任何处理，来试喷看看。我靠！真假的，还是喷得出来，只是你看这边颜色已经不一样，代表说这个漆在里面已经有沉淀了。那所以说我们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就可以把后面这个旋钮旋开一点点，就让它气可以出来。然后我们可以拿个纸巾之类的东西捏住它的这个喷头的地方，稍微把它转开一点点，我用那种像是速洗的方式，让里面的漆混匀，然后再锁起来。好，锁起来之后呢，我们之后再持续的操作。哇哦，居然可以耶！哇哦！我本来以为就是一般的漆料放了1个礼拜左右，它可能会塞住，那它居然没有塞住，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很意外的。那既然我们现在确认它的漆没有问题，我们就要来一个比较高难度的这一支里面装的呢是底漆补土，那我们就来测试看看。哇，底漆补土我就真的有点担心了。那我们一样就是先不做处理，先试喷。好，其实还是有，其实还是有喷出东西来，只是就是没那么顺。那我们用前面一样那个速洗的方式，来稍微冲一下它。OK， 我们就，哇哇哇！我没有想到，连底漆这样子比较浓厚的漆料，它就是在稍微速洗一下之后，它也可以放置1个礼拜，然后再持续的做喷漆的动作。这个真的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蛮屌的。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来做个结论啊，就是关于这一次这一把可以免清洁的喷笔，使用下来，我就觉得说它那个单手替换那个颜色的系统，真的做的是蛮厉害的。是说，实际上在使用之前，我会怀疑说，不过就是换个颜色，我平常也是稍微冲洗一下，换个颜色进来，会差那么多吗？那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少了1、2个步骤，你的爽感会大爆提升，真的是用起来非常的爽快，然后确实蛮有效率的。不过因为它的问题是，它就是你只能控制出气，那你的出气必须从上面的那个弹夹去操作，所以这样的一个操作形式还是需要去习惯它啦。那实际上用起来，我觉得还算蛮快就可以上手的。那大家应该有发现，我后面的这根杆子变成是长的了，因为我后来长时间操作的时候发现说，如果我不用这长的，它是有一个可以替换的啊，就是我这样子转下来之后，可以装上去，变成这样子一个短的。那它当初送来的时候是这样子一个短短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握法会变成说，我要用手指去捏住这个小喷枪，那它的拿法会变成是用拇指这边去按，然后使在上面控制这样子。那以我自己的使用习惯来说，这样的一个拿法会对我的一个手指造成蛮大的负担，所以我就把它换装成这个长形的。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看大家自己平常怎么习惯拿笔，就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去选择这个零件就可以了。
撇开我们换色不用洗衣笔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更让我有感的是，它的这个弹夹，我放了好几天，它漆还是可以正常的喷出来。这一点我觉得是，我更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以前呢，可能就是我们做到很嗨了，可能晚上了，然后准备要休息的时候累了，还需要去做整个大清洁，才有办法把我们的工具放下，然后准备去休息。那现在我就是简单把弹夹卸下来，然后喷笔插上去，然后空调机关起来，休息睡觉，明天回来再继续。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毕竟它气密做的比较好嘛，所以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去挥发的一个系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达到这种说，我可以放个，以我的测试来说，放个1个礼拜其实都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一点还算是蛮不错的。那当然也不都只有优点啊。其中它有一个设计让我觉得蛮不能理解的，在操作的时候有发现一个问题是说，我平常这样子把漆杯这样子装上来之后，我就可以正常喷漆了嘛。但是我在第一次操作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状况是，我喷的时候它没办法顺利的把漆喷出来，我必须在这个弹夹地方稍微帮它施加一点压力，它才有办法顺利的把漆喷出来。那我们研究之后发现呢，是这个弹夹里面的欧环出了一点问题。一开始我理解这个欧环的目的啊，它应该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弹夹的部分跟我们的喷笔可以做一个更好的结合，让它稍微稳固一点。所以它有这个欧环去增加它的摩擦力，然后让它去固定住，比较不容易掉。那前面的这个状况呢，官方他们给我的回应是说，我的欧环啊好像已经裂化了，变成它有膨胀的状况。所以导致说它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个气嘴跟这个喷嘴的地方刚好对上。那像这种就是属于虹吸式的喷笔，它没有办法精准对上的话，它就会有出漆不顺的问题。所以厂商这边呢，他就请我把我的这个弹夹寄回去，他还寄了一组新的来给我，那就是现在我手上的这一组。那么在送回去之前呢，我有先测试过，就是把欧环拆掉的状况。是可以顺利出漆的，代表说它其实是对得准的，只是因为那个欧环可能真的膨胀的关系。那我就不理解了，像现在他送来的这一组，它的欧环他说是一个正常状况，那它就是没有那么稳固。那所以我就把另外一支的这个弹夹的欧环给拆下来做一个测试，我就觉得说，其实以他现在这种说法来看，他送来新的这一组，它有欧环跟没有欧环，我觉得在我这个弹夹拆装上面来说，没有什么实质的感受差异，那我就不太理解这个欧环它存在的意义为何啊？对，这是我自己使用上的一个疑问。在此声明哦，后续厂商的欧环呢材质都换成铁氟龙，所以后续的使用应该就不会再有膨胀的问题了。所以想要购入的朋友呢是可以放心选购的。好，那撇除刚才那个问题之外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其实它就是一个可以长时间放置的一个换色系统嘛。所以如果说我往后要使用，我可能会在里面放补土跟一些基本色，例如黑色跟白色，我就会让它常驻在里面。那反正漆不够我就再补进去，那我平常也不洗它。像这次操作我就有实验说，我稍微打磨完了，我就喷个补土，然后检查之后可能没修整好再打磨。这个操作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的。所以我往后可能就会变成这样子吧，就是黑白补土之后，剩下3支可能就是看我当时的操作情况，把这个我当时在制作这些模型的一个主色也放进里面。那我在整个比较频繁的颜色操作上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去做太多的颜色替换。这是我目前帮他设想的一个情境啊，那就看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境也是很方便的呢？这一次的分享就差不多到这边了。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啦。那我是好男人模型工作室的丹尼哦，这次分享这个有趣的东西给大家，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好男人模型工作室，现在拿起工具，一起开始。